江风世界。朋友们好，2013年11月16日，北京昌平秦城监狱1103号监室的门锁响了，一个穿囚服的高个子男人从铁床上抬起头，以为是狱警来送饭。门开了，他愣了整整3秒钟。走进来的人他太熟了，是从小一起在中南海大院里长大的发小，34年前在玉渊潭公园一副熊样的那个人。只不过现在这个人的身份是中共国最高领导人。这间1103号监室有一个黑色幽默般的巧合，45年前囚徒的父亲薄一波就被关在同一个房间，历史转了一圈，儿子坐到了老子的床上，两个人面对面坐下。监室里的光线很暗，窗户又高又小，墙壁泛着潮气。囚徒先开了口，他用一种半是自嘲半是不服的语气引了一句三国里的老话：既生瑜何生亮，晋平你赢了我输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皇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辗转传出，成了中共高层政治中最惊人的一段私密对话。他说，西来我们俩最大的不同就在女人身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会在秦城监狱里跟一个囚犯聊女人？要听懂这段对话，得把时间倒回1979年春天，北京玉渊潭公园两个年轻人的一场偶遇。1979年的春天，北京正从文革的噩梦里慢慢醒过来，街上开始有人穿喇叭裤了，公园里偶尔能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从半导体收音机里飘出来。包子刚从清华毕业，在军委办公厅给耿彪当秘书，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穿一身绿军装，脚上一双解放鞋，挎一个军用黄书包。1.8米的个子，皮肤白净，不爱说话，走在路上像一根沉默的电线杆。薄熙来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导师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他和包子完全是两个物种，身材同样高大，但薄熙来穿皮鞋，打领带，说话声音洪亮，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在社科院的走廊里，女生们私下管他叫薄帅。两个人在玉渊潭公园偶遇，说偶遇也不准确，他们小时候都在中南海大院住过，彼此认识，只是不算熟。薄熙来比包子大4岁，1949年生，属牛；包子1953年生，属蛇。按中南海大院的规矩，薄熙来算是老大哥。薄熙来上下打量了包子一番，嘴里蹦出一句话：你那副熊样跟在陕北窑洞里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嘛。包子笑了笑，没吭声。两个人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下来聊天，聊的都是这几年各自的经历。薄熙来讲他在监狱里的事，讲他怎么被打，怎么挨饿，怎么在黑暗中度过了7年。包子讲他在陕西梁家河插队的日子，讲跳蚤官。劳动官讲他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才被批准。两个红二代，2段苦难史。但聊着聊着，薄熙来话锋一转，问到了私事：你太太呢？柯玲玲不是跟你一起在清华吗？包子的表情暗了一下，他去英国了。薄熙来嘴一撇：我早就说嘛，你那么闷，女人不跑才怪。他拍了拍包子的肩膀，声音压低了半度：走，别丧了，哥带你见见世面，给你发个密。密是70年代末北京太子党圈子里的黑话，意思是临时情人。在那个刚刚解冻的年代，这帮红二代压抑了10几年的荷尔蒙正在集体爆发，而薄熙来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包子摇了摇头，说不用了。但薄熙来哪里肯放过他，他拉着包子的胳膊就往公园外面走。少跟我装正经，走，今晚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薄熙来带包子去的好地方是海军总医院大院附近的一场太子党聚会。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太子党圈子里流行一种叫黑灯舞的地下派对。找一个部队大院里的活动室，把灯全关了，音乐一放，男男女女在黑暗中跳贴面舞，这不是一般的跳舞。在场的全是高干子弟，平时在父辈的阴影下规规矩矩，到了黑灯舞会上就彻底放飞自我。跳到兴头上，有人直接拉着舞伴往隔壁房间走，门一关，剩下的事大家心照不宣。薄熙来是舞场上的绝对主角，1.8米几的个子，五官端正，嘴又甜得像抹了蜜。
不出3首歌的功夫，就和一个女孩子跳得难舍难分。跳完一曲，他凑到女孩耳边说了几句话，两人笑嘻嘻地消失在了走廊尽头的客房里。而包子呢，他站在角落里，手里攥着一杯水，既不跳也不聊。有1、2个女孩子看他个子高，走过来搭讪，他的回应又僵硬又无趣，要么是要么是还行，再多一句都没有。人家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军委办公厅。问他平时爱干什么，他说看书。女孩子翻了个白眼儿，转身走了。在场有人后来形容那天晚上的包子就跟木头似的，站了一晚上也没人搭理他。到了后半夜，薄熙来还没从客房出来，包子一个人默默走到门口，骑上那辆破自行车，消失在了北京冬天的夜色里。这个场景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实人的故事。放荡的薄熙来进了房间，正经的包子骑车回了家。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包子不是不想玩，是不敢。他太清楚自己的处境了。父亲习仲勋刚平反不久，家里的政治地位还很脆弱。他自己15岁的时候被关进过北京的少管所，那段黑历史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在这种时候，任何一个把柄，哪怕是在舞会上被人拍到跟女孩子拉拉扯扯，都可能被政治对手拿来做文章。而薄熙来呢，他无所畏惧。薄一波在党内的地位稳如泰山，是中共8大元老之一。儿子在外面风流一点，没人敢说什么。这就是2个人最根本的区别，不是性格不同，是安全感不同。薄熙来觉得天下就是他家的，他有资格放纵。包子知道自己的根基浅得很，一步都不能踏错。34年后，那个在舞会上放纵的人住进了秦城监狱，那个骑自行车回家的人住进了中南海。但你别以为骑车回家就是美德，那不是美德，是策略。朋友们，听到这里，我们不难想象，这种从年轻时就开始的漫长较量，拼的不仅是智慧和手段，更是谁的精力能撑到最后。在这种顶级的权力棋局里，一个好身体就是最根本的革命本钱。说到这里，我想向各位老朋友推荐我信任的养生好伙伴普瑞堂黑参。它采用9蒸9晒的传统工艺，品质醇厚，对于日常补气、提升精力非常有帮助。如果您想支持江峰继续为大家带来深度解读，就请点击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并在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就可享受全球免运费包邮，并且只要您购买满500美元，就会直接再送您1根精选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保重好身体，我们才能一起见证历史的下一幕。好，链接就在下方，我们书归正传。时间快进到90年代，薄熙来已经是大连市长了。他把这座北方港口城市折腾得风生水起，星海广场、服装节、金石滩、高尔夫球场，遍地草坪和进口花卉，全国媒体把大连吹成了北方香港。薄熙来本人的知名度也跟着水涨船高。他在市政府门前修了华表，在星海广场的海边刻上了自己的脚印，这排场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诸侯王。包子呢，在福建当福州市委书记，名气不大，排场更没有，每天按部就班的开会视察写报告。要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就是提出了一个叫3820工程的城市发展规划，但在全国范围内根本没几个人听说过。2个红二代，一个风光无限，一个默默无闻，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毕竟是同一个圈子里出来的人，彼此知根知底。有一次，包子专程飞到大连，名义上是学习城市经营经验。薄熙来很得意，带他坐车逛了一圈大连的几个标志性工程，一边指点江山，一边传授心得。经营城市的诀窍就3个字：炒地皮。你把城市的名气打出去，地价就上来了，地价上来了，银行抢着给你贷款，什么都有了。你在福州也可以照这个路子搞嘛。包子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还拿小本子记。这套炒地皮的逻辑后来确实被他消化吸收，变成了福州3820工程里的底层思路。但他不会告诉薄熙来这些，在他面前，包子永远是那个虚心求教的小老弟。晚上2人喝酒，薄熙来酒量好，喝到后半场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
大连的夜风从窗户吹进来，他忽然收起了笑容，用一种罕见的严肃语气看着包子说：晋平，我跟你讲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我最终还是会成为敌人。包子端着酒杯的手停住了。薄熙来继续说：邓小平把咱们都列在第5梯队里，可是未来的总书记只有一个位子，你不跟我争，那没话说，咱们还是兄弟。但要是争，他没把话说完，端起酒杯一口干了。包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了一句极其谦虚的话：我一个工农兵学员，哪有那个本事跟你争，你放心。薄熙来满意的点了点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同一个晚上，薄熙来还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工作越紧张，我越喜欢找女人，革命是最好的催情药。他甚至通过大连的商人徐明给包子安排过女人，用他的话说是送蜜。薄熙来送蜜不是单纯的好色和慷慨，在中共的权力生态里，送女人是一种建立控制的手段，你收了我的人，就等于欠了我的债，将来我要用你的时候，你不好意思说不。但薄熙来不知道的是，他看错了一件事，他以为坐在对面的是一个没本事的老实人，殊不知那个老实人比他更会藏。那句我一个工农兵学员，哪有本事跟你争，是包子这辈子说过的最成功的一句谎话。2007年，真正的决战来了，中共17大要定下一届的接班人，也就是王储。最有力的候选人有3个：包子、李克强、薄熙来。薄熙来以为自己赢定了。论出身，薄一波是中共8大元老之一，党内地位比习仲勋高得多。论学历，他是社科院研究生，包子是工农兵学员。论政绩，他把大连搞成了北方明珠，又当了4年商务部长，在国际场合长袖善舞，西方媒体管他叫中国的肯尼迪。反观包子，在福建待了17年，在浙江待了5年，一直默默无闻，全国老百姓连他名字都没听过。但薄熙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太高调了。早在10年前的15大上，他就已经吃过一次大亏。1997年，他志在中央委员，结果被辽宁代表团集体抵制，1票都没拿到。回到大连机场，他的副市长孙广田组织了1500人来接机，打着横幅喊大连人民拥护你，还故意冷落了同机的市委书记于学祥。这件事被报到中央，性质非常严重，在党的组织体系里，这等于是搞非法示威，向中央叫板。薄熙来被气得住进了大连友谊医院，躺了20多天。据知情人透露，连谷开来也瞧不起他，住院期间都没去看他，只有秘书在旁边照顾。10年之后的17大，薄熙来的毛病依然没改，他的张扬和跋扈让党内元老们不放心。这种人要是上了台，谁还镇得住他？最终，江泽民和曾庆红选择了包子，原因很简单，他让退下来的老人们放心，他从不出风头，从不跟领导争论。在浙江的时候，对退休的江泽民照顾周到，第一时间携彭丽媛去拜见。这种人才是中共体制需要的接班人。这里要跟不太熟悉中共官场的朋友解释一下，中共最顶层的权力结构分2层，外面一圈叫政治局委员，大概25个人，相当于董事会；里面一圈叫政治局常委，只有7到9个人，这才是真正拍板的核心。而王储就是从常委里选出来的下一任接班人。2007年6月，北京京西宾馆400多名中央委员进行推荐投票，结果出来了，包子211票，李克强209票，2票之差。2个人双双越级杀入政治局常委，成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接班人。薄熙来呢，他倒也进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算是副国级，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门槛。但问题是，他的2个竞争对手都进了常委，他只进了外面那一圈。打个比方，人家进了贵宾包厢，他只拿到了一张大厅的站票。包子以最微弱的优势拿下了王储之位，而薄熙来被打发去了重庆，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把他踢出了权力核心。但薄熙来哪是认命的人，到了重庆之后，他搞得比在大连还猛，唱红打黑，万人齐唱革命红歌，3个月成立100多个专案组，抓了5000个黑社会。
全国媒体铺天盖地讨论重庆模式，连基辛格访华的时候都特意去了一趟重庆。薄熙来的目的很明确，用重庆当跳板，冲刺2012年的18大，至少要杀进常委。包子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急，他在等一个时机。2011年10月，一位美国国务院的老熟人来北京拜访。这位叫莎拉的女士是 FBI 的高级情报官员，同时也是当年爱荷华州姐妹省州项目的负责人。她和包子在80年代就认识，算是老朋友。这次来华的名义是为明年的访美行程做准备。正式会面结束后，莎拉提出要单独谈几句。双方的随从人员退出后，她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叠文件递了过去。包子打开一看，脸色变了。那是美方情报机构截获并解密的一批加密电子邮件，内容是什么？王立军、薄熙来的重庆公安局长通过总参三部的情报人员秘密监听了多位中央领导的通话记录。被监听的名单里包括监察部部长马文，包括江泽民，也包括包子本人。所有邮件的接收人是王立军，但莎拉提醒他，王立军只是配角，真正的导演是你的老朋友。包子放下文件，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好几圈，然后他把监察部部长马文叫了进来。马文看了文件，抬起头说了一句让他更震惊的话：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了。什么？你们早就知道？那为什么不动手？马文喝了口水，把内幕和盘托出。他在2011年年初就发现了王立军的监听行动，查清了以后直接汇报给胡锦涛，但老胡的批示是4个字：密切关注。为什么不动手？因为胡锦涛看得很清楚，薄熙来的刀是对着包子的，不是对着他的。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胡锦涛在17大被江泽民挤走了李克强接班人的位子，心里本来就有一口气，现在坐山观虎斗，看两个人互相消耗，他何乐而不为？马文说完这些之后，包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这件事我自己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南海的游戏规则里，谁都不会真心替你挡子弹。胡锦涛不会，江泽民也不会。你想活，只能自己动手。4个月后，2012年2月6日深夜，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化妆出逃，孤身闯入成都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苦心经营的帝国从内部开始崩塌。包子等了半年多的那个时机终于到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事也浮出了水面。周永康、薄熙来另计划的3人帮同盟被一一瓦解。据说周永康和薄熙来曾5次密会，密谋在包子上台后2年内利用舆论和安全力量将他推翻。周永康私下说过，那个人太软弱了，薄熙来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领袖。结果呢，太软弱的人坐稳了龙椅，太强硬的人全住进了秦城。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2013年11月16日，秦城监狱1103号监室，薄熙来坐在铁床上，面前是已经当了1年最高领导人的包子，两个人最后一次面对面。薄熙来的开场白带着文人的傲气和失败者的不甘，既生瑜，何生亮？晋平，你赢了，我输了。包子没有接这句话，而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段让薄熙来始料未及的话：熙来，我们俩最大的不同就在女人身上，你睡过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有几个能真心帮你？你想想看，要是没有谷开来，你会落到这一步吗？然后他列举了自己的那些红粉知己，说他们每一个对他都不错。言下之意很清楚，我也有女人，但我的女人帮我成事，你的女人帮你败事。薄熙来听完，据说沉默了很久。这段对话的表面是在聊男女关系，但实质是在谈控制力。薄熙来一辈子信奉强权即真理，他对女人是占有式的，用完就丢，从不在乎后果。谷开来在大连开律师事务所时就已经飞扬跋扈，到了重庆更加不可收拾，最后亲手毒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薄熙来对自己的女人都控制不住，又怎么能控制住一个国家？而包子对女人是功能性的，
每一段关系背后都有精确的政治计算。刘晓庆帮他搞定了江泽民，彭丽媛帮他建立了模范家庭的公众形象，其他人各有各的用途。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女人失控到威胁他的权利，因为对他来说，权力永远排在欲望前面。所以那句我们俩最大的不同就在女人身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和我的区别不是谁更好色，而是谁更会管人。两个人最后是怎么告别的，没有记录，但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人坐在铁床上，看着另一个人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门在身后关上，锁扣的声音沉闷而清晰。秦城对话之后又过了12年，薄熙来还在秦城监狱里无期徒刑。他的儿子薄瓜瓜2024年跑去台湾，娶了宜兰一个医院家族的千金，成了台湾女婿，还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替父母喊冤，声称薄熙两家不曾有过节。这话你信吗？谷开来仍在狱中服无期徒刑。据薄瓜瓜的说法，他被王立军下过药，长期卧床不起。而在秦城监狱里教训薄熙来你败在女人身上的那个人，如今自己又是什么处境呢？2025年的中国军报连发8篇评论文章，篇篇影射封妻荫字，效忠个人，搞家天下，字字不点名，句句指向彭丽媛和皇上本人。当年他嘲笑薄熙来管不住自己的女人，现在他自己的女人正在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靶心。刘源公开主张军队国家化，取消听党指挥。张幼霞在军中大规模清洗习家军，拿下了何卫东、苗华等亲信。退休元老在北戴河密会，3股力量汇聚成反习联盟，一度让皇上大权旁落。但中南海的游戏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屠杀。2026年1月24日，张幼霞、刘振立被官宣调查，罪名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20届军委7个人，到这一刻已经倒了5个，只剩皇上和一个张生明。中南海附近遍布武警特警。这场从20大3中全会就开始的血雨腥风，双方都在流血，双方都有损失，但谁也没有彻底赢。眼下所有人盯着的是即将到来的5中全会，那是21大排兵布阵的前哨战，谁在5中全会上占到地盘，谁就能决定下一个10年的中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觉得有收获的话，帮忙点赞、转发给朋友，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下期不错过。